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今天我们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正式放假，庆祝开斋节。在阿拉伯地区，很多是今天已经开斋了，但是我们昨天观测了月亮预习，保管大官宣布明天才是我们这里正式的开斋节啊。印尼、汶莱、新加坡都是明天才是开斋节。虽然我们身在马来西亚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是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误以为开斋节就是马来新年，其实并不是马来新年。但是说到新年，今天3月20号正好是波斯人的新年，就是太阳直射赤道，就是春分的时候，或者叫做 Vernal Equinox， 就白天和黑夜是差不多同样的时长点。诺日是依照太阳的位置，那么开斋节是看新月，看月亮的位置。那么很多人都以为不吃东西啊，不喝水啊，就是斋戒啦。其实那个斋戒月Ramadan的意义是远比我们不是穆斯林所了解的更深远。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来聊一聊Ramadan的意义，还有这个 Hari Raya Aidilfitri 是怎么样的一个节日。在伊斯兰教中，斋戒月Ramadan是他们最神圣的一个月份，他们必须要从清晨，就是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到日落，就是 Maghrib， 不可以进食，不喝水，然后避免欲望和负面的情绪。斋戒它不只是不吃东西，还包括所有的这个欲望，他们叫做nafsu咯，净化身心灵啊。斋戒的核心其实就是3个taqwa，敬畏、自律，然后要感恩、同理心。所以在斋戒月时，他们都做很多的善事啊，不可以生气啊、骂人啊，这些都是会破戒的。所以他们的那个意义就是，当你可以体会饥饿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每天生活在战乱地区、水深火热、没有饭吃的穷人的感受啦。所以1个月斋戒之后，这个Hari Raya Aidilfitri就是庆祝完成了这个1个月的斋戒，然后可以开斋了。它并不是过年，并不是马来新年，是完成一个修行的庆祝。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就会看到大家都很高兴balik kampung啊，回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啊，然后有开放门户啊。如果你有马来朋友，也可以去他们家享受他们的传统食物啊，包括rendang、ketupat。不过今年因为伊朗战争，我们的官方没有这个 open house 了，然后会互相请求原谅Maaf Zahir and Batin。 所以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文化啦，并不是说比较谁赚的钱比较多啊。虽然有一些每一年都会换窗帘啊、换家私这样的习俗啦，所以其实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建立连结的一个日子。那么很多人也误会斋戒并不只是穆斯林而已，其实斋戒在很多传统文化跟宗教里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修行，是一个整理自己、净化心灵的一个过程来的。在基督教呢，他们有这一段时间叫做 Lent 四旬期，就是为期40天的一个斋戒活动哦。他们的信徒会选择不吃肉啊，还是减少娱乐啊，就是可能不抽烟还是不喝酒，然后主动做善事啊。这个重点并不是说不能够吃什么，而是学会节制你的生活。在宗教的理解就是，如果你一直放纵满足你的欲望的话，你就会迷失自己，然后变得空虚。然后在印度教 Hinduism 呢，斋戒就更像是跟身体的一种对话吧。比如 Ekadashi fasting 就是每个月2次这样。有些人呢就只是吃水果，或者是完全不吃。他们的观点是，食物不只是营养，更是你的能量的来源呢。就是你把什么放进嘴，你要很 mindful， 你要很 aware 咯，你要非常的有意识的。所以当你暂时停止进食的时候，其实就是 reset 你的那个身体，净化，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的清明。而在佛教 Buddhism 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好像南传的和尚就会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就不再进食。佛教认为的啦，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欲望、七情六欲，吃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欲望咯。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每天3餐都在想，等下要吃什么，今晚要吃什么就是烦恼。所以透过节制食欲其实就是在训练不要被这些欲望去操控。不只是宗教，古希腊的哲学家Pythagoras
个老师？他会要求他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就是禁食，就是为什么呢？他相信说，当身体不被这个消化系统占用的时候，你的头脑是会更加的清晰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吃饱饭啊，然后就很爱睡了，所以头脑就一片模糊吧。近年科学也有一些在提倡间歇性断食，168 16个小时休息8个小时吃东西，还有一些是一天只吃一餐，也有一些是 water fasting 只是喝水不吃固体的食物72个小时。科学研究也发现间断性的这个断食有几个很显著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自觉的作用哦，当你长时间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清理掉那些坏掉的细胞、多余的细胞，就像身体的回收系统来吸收回你这些不好的细胞咯。你减少进食的频率，尤其是降低你这个血糖的波动，也可以同时降低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啦。然后有这个 metabolic switching 哦，就是代谢的切换，身体可以从燃烧糖转为燃烧脂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intermittent fasting 来控制体重。现代人很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没有饭吃，而是我们吃太多，然后整天在吃早餐、午餐啊、下午茶，然后晚餐，然后有时还要 supper 宵夜，再加上我们这些高糖、高加工、无限的那种资讯刺激的一个年代，我们如果没有 self control， 真的是很快迷失，很快就会失控了。现代人已经越来越少机会去静下心，让身体停下来，或者是让大脑安静下来。所以某种程度上，斋戒不只是宗教仪式，它也是一种对抗现代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吧。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你有马来朋友在斋戒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们可怜饿肚子而是欣赏他们在做这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反观我们这些没有特别去斋戒的人，可能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可能快乐并不是追求更多吧，有时候而是适当的去不拥有，好比断舍离咯，就是包括对身体，之前我也有讲过这个健康的减法也是有关系啦。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节食或者是这斋戒就不只是要减肥或者是流行而已，而是人类不能够一直被我们的欲望驱使。如果我们一直放纵欲望的话，我们就会变得生活空虚，很没有意义了。所以斋戒本质上并不是不吃东西而已，而是一种延迟满足还有自我掌控的一个训练。 OK 啦，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假期快乐，去吃节rendang还有冷芒啦，谢谢大家，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